果你是一个军事爱好者的话，绝对今天让你感觉像老鼠掉在米缸里的样子。没错，今天就带大家来墨尔本做真坦克。请问您心中最漂亮的坦克型号是什么？欢迎打在弹幕上，咱们热闹热闹。现在已经到了这坦克博物馆的门口了，巨大一个牌子。然后呢，这个房子是博物馆的主人的家，你能看到那个树下边油布盖着的那玩意儿，从外形能判断出是一个4号那个突击车。然后主炮已经被卸掉了，哎，不远了，还有2公里，往前走就到。开的我这个德国产的假4驱车，一路打滑就这么上。待会儿咱们试一下真正在泥洲里边开带履带的什么感觉。哎，现在到我们这个坦克博物馆的山头了，这个老大爷自己家的山头。哇塞，这一路泥泞下来，你看没有？我这民用车就跟弱鸡一样，这个本来胎纹就不重，然后现在都被泥给糊满了。到那个车库里边看看，好玩意儿全在里边摆着呢。这就是这个坦克博物馆里边这个车库，都是真家伙。这是能动的百夫长。这是能动的这个 FV432这个装甲运兵车，还有那边的蝎式，这边是一个美式 M3的半履带。这个坦克博物馆的主人 Cameron 这哥们儿呢，以前就是在达尔文澳洲这个陆军基地开坦克的。墙上这个照片，这个就是他当时开的那辆豹1的坦克。这个澳洲是没有豹2，早期的豹1。在这个退役之后呢，这个豹1也退役了，然后呢跟军方说能不能把这个坦克买下来，但是呢军方熟的说里边有军事机密，最后这个坦克就回炉了。然后这哥们儿呢又是一个狂热的坦克爱好者，所以就开始从美国从其他国家拍卖这个坦克运到澳洲里边，然后呢建了这个坦克博物馆。然后里边呢还有一些平时见不着的好东西，这里边是陈列室，像刚才那个就是白的东西，就是豹1的火控的部分。然后呢这 Cameron 他自己是一个坦克的驾驶员，就喜欢开着坦克到处跑，机械师的背景嘛。百夫长上面用的是一个76毫米的老炮，以前老说76毫米，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，包括用的是美军的 M4 谢尔曼用的包括 T34 早期的76都是76毫米，这个就是一个正经的76毫米的炮弹，拿在手里你才知道这东西有多大。然后这边是这俩炮的这个炮口，然后炮焰就从两边出去了。120毫米的滑膛炮，这个炮弹尺寸就是这么大的，就是现在的炮基本都是这样。来对比一下，跟这以前的76毫米，我想想，这应当不是120毫米，应该105毫米，120毫米比这还得大一圈。其实比起这些坦克和陈列品，卡梅伦老爷子一肚子故事才是这个坦克博物馆最大的宝藏。毕竟是开过20年真坦克的人，像我们这种从兵器杂志、战争电影中走出来的这种意淫型的军事爱好者，光是看坦克电影 Fury 已经激动的不行了。但是从老爷子嘴里，像皮特那样在战场上还不忘耍帅的，那就是个二货。Does anyone watch Fury? Yeah. Load of bullshit. 一开仗肯定是早就让人一炮带走了，打得过就使劲打，打不过马上跑，这才是残酷战场上最正确的处理方法。有个事儿提问一下啊，大家猜猜我手里这玩意儿是干嘛用的？猜对了，请您喝啤酒。新的 Insight 360 Go 2，看没有？往前面一吸就可以，然后拍摄现在1440的高清的画面。这个东西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吸在任何地方，只要是金属、铁或者吸铁石能吸上的地方都可以，那中上也不愁啊，对不对？随便找个地方。等等，这个好像不是，这是反应装甲，没磁铁，我操！去驾驶室里边找个地方吧。没事，这个机器是带防水的，有点泥浆不怕。现在是 M113，这是老大爷最喜欢的那辆车，但是你就感觉这辆 M113那个重量有点像孙悟空去东海龙王那边借武器，那个8000斤的第一件武器，轻，还是太轻。
待会儿上去先转一圈，然后待会儿试试那个更沉的那个。这个装甲运兵车，现在我站的是这个车长的位置。哎呀，视野是好，但是巨晃啊，忘了吃晕车药了。哎呀，老大爷在那个驾驶员的位置，用的还挺舒服的。这个戴了个头盔当道具，这也没插线，就听不见了。但把这个耳机戴上之后，这噪音倒是小很多。哎，你说咱们站这儿行什么军礼合适？哎呀，行，打回到老家去。哦，跟着走就这一锤子买卖。对啊，对。老家是哪里的？你跟他说加利福尼亚。哎呦，忘了相机没拿出来。哎，这个很重要嘛，就是在上面玩的太忙了，没有机会去开路。溜车了！飞机还在吗？咱们的空军还在吗？空军已经跟丢了。哦呀！不是，作为步兵，上面没点东西还真不行，心里不踏实。随便草丛里边窜出一个拿着铁拳的，这就透了。上去就像直上直下一样了。据说坦克爬坡最多能爬60度吧，我那会儿真是感觉直上直下了。我这一圈下来，我靠！我带大家进去，向下边看看去。I might just sneak inside and have a look. Yeah. 你看啊，现在我在的地方就是这个装甲车的内部运兵车。这是车长用的观察的装备。哎，你看还可以动呢，基本上还是属于。我操，这基本上啥也看不见啊！这一点影儿根本不够用了。然后呢，哎，你看这个炮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炮是属于还是在工作的状态。你看炮栓，然后这个拉开之后直接装炮弹，然后后边是电台，然后再往这边呢是通讯的装备，然后 crew on off， 然后 main power， 然后所有控制单元在这儿，然后在这个坦克周围，然后还有各种的观察孔，从观察孔可以看到，不出舱盖的情况下可以看到这个屋里的情况，看到周围发生了什么，然后舱盖一关的时候，既然可以看到周围的敌人，然后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在炮塔这一圈是观察孔，在你不开舱盖的情况下，依然可以看到外边发生什么。我眼前的那就是车长的观察窗，但是仔细一看，其实里边你看看啥也看不见，黑黢黢的。要说这个炮现在是属于能够工作的状态，旁边这个栏杆就是给炮嘣后坐力的地方。在这个空间里边相当小，一发炮弹嘣打完之后就掉这壳里，然后扔到外边，然后还有流程烟的地方，然后旁边是电台，然后另外的主的开关，另外这个部分呢是炮手和兼顾装填手的位置，炮手来控制炮的开火、瞄准等等。Can I? Awesome. 哇！现在他要把车挪一下，
然后呢，我现在就在车长的位置，我现在坐着。我现在坐在车长的位置，看看在车里边是什么感觉。刚才我们是站在车上面，就像接受检阅一样。你看到是我完全在战争的状态下，但是别忘了，我这可是和平年代，坐车这是属于游览，这玩意儿真是冲起风里，或者是说逃命的时候，可没这么温柔。我操！啊，前方什么情况？哎，能看到，哎，摄影师在前面，瞄准，哎，这个可以看到它的靶子的高度风偏角，然后还在，我估计这可能得有个8倍，不到8倍。Okay, I might just get out. 啊，这一圈做下来了，你就觉得这玩意儿呢是一个好的玩具，但是呢，你能感觉战争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游戏，哎，所以能不打仗就不打仗。啊 ，All right, thank you. Yep. Good ride. Whew. 刚才是刚刚浅尝了辄止，啊，接下来就得尝试一下这个大家伙，真正的家伙。现在我是在坦克的内部啊，这架坦克，哎呀，这就比刚才那个战车宽敞多了，对不对？踏踏实实的，你看这边我也不知道是啥，油门刹车，然后这边还有控制你的，哎，炮塔旋转的，这个机构，观察窗旋转的机构，然后在这边还有啊。爬出去看一眼。我现在看不见自己的第一视角，但我上面放了一个无人机，然后你就可以像这个坦克大战的第一视角一样，开着我的百夫长坦克在这个战场上溜边揩油，阴队友。看起来好帅是吧？已经沉的根本就推不起来，100毫米厚的钢板。作为一个叶公好龙型的军事爱好者，当你坐在这个椅子，坐在这驾驶员的位置的时候，你就觉得我操，这个打仗真不是好玩的。
在这么窄的一个空间里边，然后要手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助力，70磅重的这个变速箱，然后几个就特别简单又重又难操作的这操纵杆，然后关键是你前面就是100毫米厚的装甲，正对着敌人，一炮嘣打过来。然后呢，理论上你还有机会逃跑，但是在你身后的这个椅子这个洞只有那么大一点儿，像我这个身材，对啊，1.7米的大高个儿，在里边钻起来已经很费劲了。所以要是人高马大的这帮澳洲人们，哇塞，在这里边打起仗来，真不是闹着玩了。哎呀 ，I need to have a rest. Well, even the helmet, it's pretty heavy. Woo! Thank you. Good fun. Yep. All right. Yeah. 我去，这门太重了。虽然它是铝合金的，但是依然很重。我兜里正好有个道具，往前看一眼啊。这个手里有2个弹壳，一个是这个步兵常用的7.62毫米口径的子弹的弹壳，看这么大。另外一个就是12.7毫米重机枪，就是在坦克顶上那个咚咚咚咚那个。据说这个铝壳碰见它还行，碰上这玩意儿基本就是薄皮儿大馅儿，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你跑得快跑不快了。哎，所以大家都说这个战争是肮脏的，战争肮不肮脏我不知道，但他娘的我的裤子是脏了，我去，全是泥，不知道在这怎么给蹭上去了。这是我在这辆车的炮手的位置，炮手的位置呢，大家看见下面很明显的，这是一个瞄具，然后还有这是什么炮打转动的角度，哎，手动就可以转炮塔，看见没有？紧急情况下手动就可以转，然后找到这个自己要的角度，而且你转的时候，这边可以精确到可能是0.1度，然后你就可以跟车长然后一起来协同。找到你敌人的目标，然后开关呢是就在脚下有一踩，嘣！大家在电影那个 Fury 里边都见过这些细节。这美系坦克、美系装甲车的操作方式都是差不多的。这是手动摇炮塔的，你看摇的时候，这个炮塔的指针还在动。哎，我被给人摇跑了，这车还是多金贵呢，对吧？这个是炮手的操纵杆。然后可以这是控制炮的俯仰，你看我在转的时候，炮的俯仰是可以动的。我天哪，这里边太挤了！哎呦！这为什么他们要戴头盔？我操，找到答案了。还好这个他给我开玩笑说，走之前呢要把这个车给清干净了才能走。我操，这个哪10块钱就能搞定的事儿啊！行了，这个玩意儿是完全不一样的经历。我现在待的地方呢是叫 FA432，然后装甲运兵车，基本上是在战场上唰跑来跑去很快的地方。你可以看到这个。相对就宽敞多了，这比坦克里边要舒服太多了。所以呢，你可以把它改装成这个指挥车，你可以把它改装成这个运送伤员的。但是现在呢，就是这种观览车。如果要是到澳洲，你要是想玩坦克的话，记住，我会把地址发在链接下边。哎，对了，说到这之前，我们的今天的另外一个小的主角就是 Insta360 Go 2这个小机器呢，我看一眼啊。它还有7%的电，但是它正在充电。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它自带一个充电盒，所以呢，你在拍30分钟之后呢，放在充电盒里边，它还可以自己再充电，大概还能再充2次。然后我觉得特别适合于像今天这种旅行我爬上爬下，但是根本没有可能把自己的相机固定在某一个地方。只要您能找到磁铁，只要您能找到能够吸附的地方，就可以把相机放在那儿。然后回去之后，用增稳的画面来找到自己最精彩的瞬间。OK， 然后之后呢，我们还会用这个小机器拍摄更多关于旅行的这个画面。希望大家关注。好了，下期再见。